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为着新耶路撒冷而成熟的生命。出埃及记有2大段落，头一段是神拯救他的子民走出埃及的过程，第二段是神启示他在地上的居所，就是帐幕建造的细节。所以出埃及不仅是为了让神的儿女脱离世界的奴役，得着自由，更是为了神永远的心意，建造神的居所，让神与一切被他变化并成熟的人得着永远的安息与满足。根据神的这个旨意，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经历是蛮有目的的。他们历经了10灾，跨越了分开的红海，在旷野里经过了42个不同的站口，享受了神的供应，至终领受了神的启示和建造帐幕的意象。从整本出埃及记可以看见，神对他儿女所命定的成长路径是广大高超，却又深远细致的。虽然神一直渴望以色列人可以建造他的居所，以达到这个神人同住的目的，然而建造的事并没有发生在出埃及记的一开头，因为神不仅必须在外面的地位上，也要在里面的素质上预备他的子民。从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脱离那个属地黑暗的权势，到供应属天的玛拿和属灵的活水，重新构成他们，再到他们的肉体被对付，神的子民才得以来到神的山前，认识神的自己，并在神启示的意象中承接圣职，领受神的托付，起来建造。在揭示帐幕建造的细节之前，神首先吩咐以色列人献上举祭。这个举祭不是为着解决神子民罪的问题而献上的，乃是专为着预备建造的材料献上的。因此它是建造的根基，是神子民可以开始建造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举祭预表升天的基督，他出现在摇祭复活的基督之后，似乎复活的基督还不够，建造所需要的材料是那升天的基督。这说出这些材料必须是经过过程的，是被他们经历并且享受的升天的基督。可见可以用作建造材料的，绝不是人天然的智慧、才能和努力。若不在这样的升天性质里，若不是被经历并享受的基督，都没有资格被用于建造。所以我们教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如果不使我们经历并产生得胜升天的基督，都对建造毫无益处。这位升天的基督属天超越，胜过罪的辖制，在得胜升天的地位里掌权，是死亡不能拘禁的复活生命，让神舒爽满足。所以献上举祭的子民必须是在这样的超越升天的经历中成熟的，才能蒙神悦纳。献上举祭为着居所的建造，是神子民长大成熟的标志，这是为着建造的一种专特的成熟。旧约这个神帐幕的建筑，到了新约就是主在复活升天里所建立的召会，至终要扩大成为神与人永远的居所，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何等清晰的图画！今天的召会生活正是为了孕育一般为着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而长大成熟的人，天天接受神有计划有旨意的养育，经历并享受得胜升天的基督。我们在这样超越升天的景观里生活工作，养育儿女，
成为它的扩大，就要长到并且长成神与人终极的居所，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